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谈谈心，回答一位网友来信。网友山来信说，她和男友已经冷战1个多星期了，男朋友因为忘记了之前承诺要陪自己去逛街的事情，因为公司临时要加班而爽约，但自己也知道男友是不得已的，可是她觉得男友应该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为什么不能把加班的事和老板明说，或请同事帮忙？毕竟男友事先答应自己的约会，可是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应该想太多，但是自己就是不开心。后来对男友的电话爱理不理，男友也觉得莫名其妙，所以双方就变成了冷战，僵持不下。可是自己又不想这样下去，但是又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这样的问题，而自己甚至开始怀疑起男友对自己的感情到底是不是真的，自己到底在对方心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，为什么男友可以把自己冷落这么久？那么，到底要怎样才能拥有一个不争吵的爱情？难道爱一个人就是不断的忍耐，一味的退让？可是如果不退让，双方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争执，不断的争吵，甚至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，最后两人分道扬镳，从此山水不相逢。的确，恋爱中的情侣吵架是很伤害彼此感情关系的。所谓的相爱容易相处难，然而要拥有一份不争吵的爱情，的确是一种神话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。但是男女关系的稳定与长久维系，有时候会不会争吵并不是关键的因素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不管是朋友之间、同事之间、父母和子女之间，都一定会有意见不同和想法不一致的时候。所以如何学会听得懂对方所真正关心的问题，并能给予合理的回应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很多情侣之所以会争吵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双方的沟通出现障碍，常常认为问题出在对方，或是认为对方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想法。但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或许对方也认为问题不在于自己，因为大多数的人总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并且也不愿去了解别人的想法，如此沟通出现障碍是必然的结果。其实男女关系最好要学会不要吵架，因为吵架就是双方情绪已经失控的状况。人在情绪失控、不理智的情况下，不论谁有理，也不论谁对谁错，最后都只会两败俱伤。只可惜，很多男女相处，把吵架变成了一种沟通方式，而这种沟通往往不是良性的，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。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吵架过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地位和想法，原来和自己是天差地远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两个相爱的人不能沟通呢？其实要知道，相爱有时候是一种荷尔蒙的作用，然而沟通往往是理性的结果。一个人如果不理性，自然很难和别人进行沟通。这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当小孩子即使犯错了，你也要用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，慢慢的教导，耐心的规劝与引导，让小孩子慢慢明了到底是哪里犯了错，让小孩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，而这个世界的礼仪规范和社会期望又是怎样的，这样小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成长，变得成熟，并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。如果父母老是用权威式的打骂教育，而不能用理性以及爱的教育，这样的小孩长大之后也比较会有暴力的倾向，再不然就是很容易压抑自己的情绪，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，最后变成别人眼中孤僻或是行为怪异的人。因为小孩子并没有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倾听，更不懂得反省。因为一个人是否能与别人正常互动和沟通，倾听和反省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。如果男女双方有一方不懂得反省和倾听，那么双方就会出现沟通障碍。当沟通一直出现障碍的时候，只要有一方积怨与不满的情绪不断累积，最后一定会发生严重的情绪性争吵。所以沟通一定是双方的，如果只有单方面的努力，而另一方完全没有沟通的意愿，那么我个人认为，可能就是应该暂时终止这段亲密感情的时候，并且要懂得放手。放手其实是给自己，同时也是给对方一个新的机会。如果曾经相爱的恋人
有一天必须分手，或许默默地祝福对方才是最好的方式。毕竟，人生有许多难以预料的事，或许分手也只是短暂的分开，若是有缘，也许会再相逢的。说不定将来哪一天，双方因为环境改变，事过境迁，观念改变了，那再次相逢，彼此反而变成可以沟通，甚至无话不谈的亲密好友。谈感情最困难的就是不懂得放手，也不懂得给对方更多的自由。如果双方不能沟通，再多的争吵，再多的怨恨或忍耐也都是多余的。反而一声祝福，或许更能给对方一点时间与空间去思考与反省。毕竟曾经爱过，就无需后悔，无需记恨，因为祝福了对方，又何尝不是祝福了自己？给对方一点空间与时间，或许也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呢。其实祝福并不难，只要我们诚恳地表达，对方就一定会感受得到的。就怕我们往往口是心非，明明舍不得，却显得不在乎，明明想要的，却推得更远，如此又叫对方如何面对呢？祝福其实是一种高尚的智慧，如果恋人懂得真心祝福彼此，那么圆满的分手或许更可以成就彼此未来的幸福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何必一定要勉强在一起，恶言相向，最后弄得两败俱伤的悲惨结局呢？爱情并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，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。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不要争吵的爱情，但你一定要先学会沟通与放手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欢迎留言，我们都会认真解答与回复。最后也请各位朋友点赞与分享，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努力与进步的最大动力。谢谢您，再会。